OK 了，兄弟们，国产 KO 的 RG 初号机豪华版咱也是安排上拼好了。不过我想不明白啊，这玩意儿质量这么拉垮，而且呢也卖的这么贵，为什么这么多人去买呢？嗨，帅哥，给个3连呗！哎，今天我来看到这一个玩具呢，是仿的万代的 RG 初号机，可以看到这盒子超级的巨大的，和万代的 MG 高达是差不多大的盒子。然后呢，我买的这一个是豪华版的，普通版是60多，豪华版要贵上40块钱。因为我想这豪华版的配件的话，我可以不用，但是它得有，对吧？所以说就价钱上了豪华版。在现在国贸内卷的时代呢，这一个纯发梦的东西竟然要100多，而且还这么点零件，它配吗？但是它却要风评非常的好，我不能理解。除非说它的素质呢能够非常接近于万代，不然的话，作为一个盗版，还有一张桌才20块板件左右，它配吗？它根本不配的。只看板件的话，在边缘处就能够非常明显的看到有细小的飞边，零件的表面也不平整，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塑胶坑，然后质感呢也不怎么样，不算光滑细腻。水口呢依旧是原版的那一种外露水口，并没有魔改成隐藏水口。多色成型板件呢可以看到是做出来了，但是呢没有还原那一个技术，对吧？它这就是单纯的把流料叠在一起。眼睛和脚很明显就是涂装，并不是多色成型技术。可以看到它这涂装呢还涂的不咋地，还有自己重涂一下。两把银色成型色板件呢也可以看到水纹呢是巨明显，其他颜色的零件呢发色勉强上是可以。除了这一个居书架板件，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感觉是过于鲜艳了，没有这么暗淡。不过让人惊讶的是，它竟然把这一个消光还有光亮的效果呢体现了出来，在同一个零件上做的效果还可以。而且呢，它也把这一个类似于碳纤维板细节的效果呢也做出来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把这两把零件呢给喷涂一下，然后速煮起来吧。好的，经过不懈的努力，终于是把它拼完了。以上就是速煮再加上把它自带的水贴贴上的效果。我只能说是这玩意儿组合度真的是屎的要命啊！而且呢还有大缝合不拢，我实在是想不明白，到2024年了，竟然还有厂能把纯翻模做的这么拉垮。而且我这个豪华版呢还是在经历了几次修复之后才出货的，很难想象出版会垃圾成什么样子。它的重量方面是45克，可以荧光的地方呢就是眼睛的涂装、浑身的红色，还有这个橙色的零件以及水贴。刚才大体看上去你会觉得这玩意儿竟然乍一看还行，是吧？毕竟批装都是这样的，只要是你手艺好的话，基本上不会翻车。但是你看这镂空件里面的飞边以及这个合不拢的大缝，你看它这一个绿色的分件呢都是露不出来的，凹陷在里面去了，就是说它开模精度真是烂的要命。而且它头上这一个角还是歪的，我是呢强行把它给掰到掰痕了才能把它给掰正。在出这一个豪华版之前呢，已经是出过至少2批修复版的普通版了，也就是说这个呢勉强能算得上是比第3批那个普通版要好一些吧。但是呢它依旧是这些大缝，实在是太离谱了。它的组合度呢也是相当之差的，特别是这种薄的零件，你稍微用力一按呢就会让它掰痕。它都已经是这么多批之后的修复版了，结果还这么拉垮的组合度，就很离谱。就是说它浑身的零件都是默认需要轻微扩孔才能够安到，基本上没有什么明显的缝了，不然的话肯定会有大缝，即便你有大力金刚指也会有缝。另外就是有极少数的零件呢是安上去是毫无阻尼感可言，需要粘上或者是它是紧的，根本装不了一点。如果说你是炫天60多买的普通版的话，它配件就很少，就是2把小刀加上这么一个步枪而已。但是如果说你买的是豪华版的话，就是会多上这么一个洋电子炮，加上一个拘束架，以及一个撕裂立场的特效件，还有一个搭配这一个电子炮用的这么一个替换的肩甲。比起万代呢，这2个配件是捆绑在那一个豪华版的0号机里面的，初号机里面是没有这2个配件的。也就是说呢，它是在万代初号机豪华版的配件基础之上呢，多加了这2个，显得好像是良心一些，只是为了试试。我觉得这不是买豪华版的重点，买豪华版的最主要的原因呢，就是因为你买豪华版的话，就能保证你买的这个初号机的本体，至少它是后面修复版的，对吧？那么问题来了，你看这个是修复版，对吧？嘴能正常合拢了，缝呢也没有之前大的这么离谱了，要是小腿这里是比较明显一些，还有这个脚掌，其他地方也有较明显的缝，但是可以勉强用外包容，对吧？主体是修复版，但是配件不是呀，配件可是出版。对 KO 来说，这是完全新规的出版零件呀，所以说这玩意儿可没有修复版这一说，也就是说这玩意儿质量真是拉垮的要命。不过呢，还有拘束架，还有这一个电子炮呢，都不是可动的，所以说你买一个这软胶锤，就是头是软胶的这种锤子，然后你买到手之后呢，零件你稍微扩一下孔，意思意思，或不扩孔也行，反正就是你把它合上之后，对准合上之后就哐哐哐哐哐把它给敲上就行，这样的话不会太费力气，而且呢也可以保证把它的缝给合拢，你看十分的完美，对吧？大家可以放心，这种软头的锤子呢，虽然说力气非常大，但是呢是不会让它留下来任何的坑坑洼洼的痕迹的。其次呢，它给的水贴更是逆天，我买的是豪华版嘛，它的水贴配置呢和普通版是一样的，也就是说呢，它并没有给你豪华版那些配件里面的水贴，还有补色贴纸也没有给你。比如说这个洋电子炮这里呢是有补色贴纸呢，它没有给你，水贴呢也是啥都没有。特别是这一个拘束架呢，它不给你这一个水贴的话，真的是难受的要死。大家肯定有印象吧，就是它这些刻线呢，其实都是对应的那一个条纹不同分色的图案，它呢就是不给你这个补色贴纸的话，你需要再自己另买嘛。
不然你不买水贴补上色的话，真的可以说是它素的一批，就是一个纯墨绿色，除非你做一个黑色渗贴才相当于它有了一点这一个分色。不过即便它给了你豪华版的水贴没上卵油，你还是得另买一套，因为它自带的是质量特别差，你看特别的不清楚，很糊，然后呢还特别的厚，然后呢还特别的硬，贴起来很难受。最重要的是这一套水贴呢一点粘性都没有，所以说你想用的话必须要搭配军事的栏杆，不然的话真的是一碰就掉。而且呢，这一套水贴的颜色还特别淡，这里呢是一个绿色的 EVA， 然后因为盖不住底下的黑色嘛，所以说你是完全看不到这3个字母的。当然我纠正一下，这一个呢并不是单纯的纯翻模，它阉割了很多细节，比如说这一块半圆形的水贴呢，它其实对应一个圆形的细节，它这里呢并没有做出来一个细节，所以说这一个水贴呢只能是自己瞎贴了。不过还好这样的这些联动结构都没有阉割，毕竟阉割的话这个技术要求还挺高的。可以看到呢，这里就是就会露出来底下的防穿帮。然后就是你手腕的话，它这是有限位的，它这样做的话就是为了保证和这一个小臂甲的联动。这样的话就是你转动这一个手腕的话，它这一个小臂状眼呢会跟着一起动。然后就是大腿这里的肌肉联动了，就是说你把它屈下去的话，这一块肌肉会凹进去，然后这上面这一块就会凸出来。然后还有这一个肩胛以及胸口的这个联动都是球形关节连接的，就像我之前评测那一个外骨骼的边人一样，它呢联动的效果就没有这么的明显了，幅度非常弱。可动方面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头部首先嘴巴是可以张开的，张这么大，脖子可以前后可动，可以看到这里呢也是有联动的。头部可以360度转动，抬头低头幅度比较一般，胳膊平抬可以达到90度以上。大风车做不到，因为会和这个肩胛干涉，肩胛是连接在这一个肩膀上的，肩胛是球形关节还算是灵活。然后大臂这里呢是胳膊轴这里有一定的偏转幅度，你就当它只有一点点吧，因为你稍微大一点的话就会把这一个零件给顶飞出去。胳膊的曲轴幅度呢能够达到160度左右，手腕呢可动被这一个纤维卡死了嘛，所以说它只有这么一点幅度的可动。胸腰部可动就厉害了，你看这么多节，所以说呢你把它给拉出来的话，这样的话前倾幅度可以达到这么多，后仰幅度就比较差了，因为它这里的脊椎骨会干涉住可动。胯部有下拉关节，不过下拉的幅度有限，侧踢的话是可以轻松的达到90度的，底下有防穿帮，然后前踢能够达到180度。后踢也能够轻松的达到这是120度以上，屈膝可以达到150度以上，脚腕的话向内幅度还可以，向外也是非常大的，然后脚尖可动，不太流畅，还会崩飞零件。这样一圈把玩下来之后呢，我的感受就是说，它呢就是说作为国产 Q 唯一的对比万代的优势就是它的阻尼感是好一些。就说万代的呢，它虽然说是组合度特别好，很丝滑，但是代价也很明显，就是它浑身松松垮垮的，没办法把握。而 KO 呢，它拼完之后浑身紧邦邦的，你虽然是装的时候非常用力，所以说零件不容易崩开，说这些是直接扣上去的零件。然后呢，它就是因为非常紧的组合度嘛，所以说浑身的这一个零件的阻尼感呢是特别紧实的，这样的话不会松松垮垮的。我玩过万代的阿吉出号机，真的是浑身松的要命，站都费劲。这个呢真的是保养起来还是挺好的，也就是这一个膝盖呢是松一点，不过也不是特别松，就是感觉手感上比其他零件要松一些，但其实把持住还是没问题的，毕竟它也不重嘛。然后配件方面呢，首先就是这2把小刀是纯黑色的一体零件，这个银色的是铝箔贴纸。然后就是一把步枪，它的步枪对应手型呢也是和小刀一样，都是左右各有一支。然后注意一下，它这个黄色呢是它的水贴，其他的这个铝箔贴纸就是它的不是贴纸了。同时呢还配备了收纳起来的小刀，就是这样打开，小刀呢就是放在这里面的。如果说你放进去了，需要借助工具才能把它给抠出来。除此之外呢，还有一对五指大张开手，一对手刀手，一对握拳手。以上就是普通版的配件嘛。然后豪华版的呢，就是在这基础上多了这么一个立场，这个立场呢是没有膜的，也就是说你到手的话可能全是划痕，不过我这个好像情况还好，特效还原的效果还勉强可以，就是不够闪。然后还配备了这个搭配立场的撕裂特效的造型手。然后这个充电线呢，我不确定是不是普通版里面配备，看说明书里面介绍好像是配备的吧，就是说它这个呢是2头，然后这个铁丝呢是可以凹造型的，只不过就是特别硬，不太好凹，所以说你看我凹出来时候是歪七扭八的。主要是这一根电线对于普通版来说呢，确实是啥用没有，需要搭配这一个拘束架，就说插到它这一个凹槽里面，真的可以说是牙签倒大缸了。虽然说这一个拘束架分线特别多，造型特别的复杂，但是纯墨绿色，所以说就显得这玩意儿特别的素。不过这也不能怪 KO， 也不能怪万代，它本身就这样设计的嘛。然后就是它有3处可动，是用来固定这一个出号机用的。这样的话，我们把电线插孔呢对准这一个背后的红色凹槽，这样的话就是给它充上电了嘛。给它插上电之后呢，我们再来把它给固定在这上面，就说呢需要固定它这里，不太好固定，注意一下。另外一个位置呢，就是肩胛也是固定在这上面。
不知道是不是这个 Q 的原因，你需要花好长时间才能把它固定好，这里呢就不展示了。反正固定好之后就这么一个罚站的姿势，太丑了。最后这一个羊链子炮呢，我给大家提一个醒，就是说别看它只是一个固定不可动的大炮，但是呢它真的是分线特别多，我记得拼了2个多小时才拼完。它这分线数量呢真的是不比一个 HG 要少。然后就是给大家提一个醒嘛，就是说大家尽量还是听我的，用这个锤子去敲上它，不然的话真的是缝大的你接受不了，你搭个金刚指满级也不一定能把它给怼到底。最后一个就是搭配大炮用的这一个替换的肩甲装备嘛，它是只给了你这么半个右肩甲。如果说你想替换上的话，还需要把原装肩甲的这一半边呢给拆下来装在这上面，显然是不现实的。毕竟这玩意组合度这么差，你既然还想拆换零件，这你也就是想想吧，尽量不要去操作，省得再弄坏装什么的。好的，以上就是这一个 KO 版的麦高出品的2级书号机的情况了。我的评价就是完全不推荐，好吧？我买这个的钱不如加几十上那一个乐色的狗头战士呢，那个至少还是 MB 造型对吧？反正都是垃圾组合度，我为什么不选一个更贵的造型呢？